我只是个成天摆烂的邋遢国师，却拥有废除君王的滔天权力。历代太子在登基之前都要先跪求我的认可，只因我是人间唯一一个活了10万年的长生者，长生了10万年，下界已无敌手，是该飞升上界了。第三方强者，先杀他！我去了！长生准备了10万年，刚飞升就遇到仙魔大战，胜率仅有99.99%，还是回去继续苟着吧。今日不宜飞升。国师，这个力道可还合适？轻了。国师昨夜又观星到天亮，今日可要多歇一会儿。观星是假，睡不着是真。秦国第78代秦帝领太子求见国师。进来吧。国师，我不过一介凡夫俗子，如何承受秦皇这一拜？直呼我名字即可。国师，朕不久将退位，特待太子来拜。若是日后有什么要求，直接吩咐他即可。国师，我叫秦明，无论国师有什么吩咐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完成。怎么你们每一代都这样？知道了，回去吧。多谢国师。父皇，最近大陆武帝陨落，修仙宗门格局大变，国师一个人能抵挡吗？我们是不是要多依靠几个宗门？秦国依靠一个御仙宗还不够吗？倘若真发生他们也无法处理的大事，你便去国师府跪拜1天1夜。如果他没有理会，也不要抱怨，回来自己面对。父皇，你的意思是，国师他比仙宗势力还强吗？狗屁仙宗，不过是仗着修为，吸食凡人血肉，驱使奴役我们的混账罢了。所以你更要恭敬对待国师。若不是历代先皇恭敬对待国师，他才懒得理会这些世俗凡事。最近连续3年干旱，求御仙宗也没个结果。你登基之日，朕亲自前往国师府求雨。请出示令牌，除衣服外，不能带进任何东西。拜见国师！拜见国师！地点开始。朕承天命，继秦国万年基业，当以百姓为先，以社稷为重。听国师默许，大秦第79代秦皇庭明即日起登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父皇，为我求来了大雨。新皇登基，天降甘露，此乃天降祥瑞，这不是雨，这是甘露啊！吾皇万岁！多谢国师降雨，救我秦国千万百姓。原来是国师，多谢国师赐予，朕代表秦国万千百姓感谢国师。御仙宗沈知远前来拜访国师。倘若这苏云慈真的活了万年，御仙宗还真惹不起，只怕需要抬出老祖才能镇住对方。凭你也配试探本座？抬出你老祖也镇不住本座，滚吧！国师误会了，本座久仰国师美名，特来拜访。想不到国师还与我宗老祖相识，谈不上相识，被他用脸打了几下手而已。现在想想，依旧觉得隐隐作痛。用脸打了几下手，他在开玩笑还是说实话？那个国师前辈，我得到一些小道消息，武帝前辈陨落，他生前留下的宝藏全部藏在一个秘境中，这个秘境不久将开启，我宗愿与前辈联盟，提供秘境位置。不感兴趣，你可以滚了。是。看起来冷漠平淡，对什么都不关心，实则内心躁动，非常想知道。瞧好吧，你找不到秘境位置后，一定会来找我的。不过是洞虚期修者传承罢了，居然搅动的大陆风云变幻，还是浇浇花、逛逛街的时光比较安逸。生了，是龙凤胎！
小公主光张嘴不哭，该不会是个哑巴吧？无妨，朕该为他们取名才是。对了，是谁先诞生的？回皇上，是小公主。那就叫她秦希雨，太子就叫秦雨泽，倒是个好名字。我知道什么了，皇上这辈子居然投胎到皇家。等等，这里是我的梦境吗？那是不是说我可以为所欲为？好帅的帅哥，上一世男人都没碰过就没了，想不到老天这么照顾我，这是我的老公，贴贴。你在作甚？哼，看起来很蠢，应该影响不了秦朝基业。国师，西域他如何？无碍，虽然蠢了点。蠢了点？快看，是仙人！小人拜见仙人。我问你，玉仙宗在哪儿？玉仙宗就在那个方位，小人能带你们去。蝼蚁，我问你了吗？你就敢插嘴？仙人息怒，小人错了。你见到仙人怎么不跪？你受得起吗？你现在跪下求我，我可以考虑只打断你一半骨头，留你一命，怎么样？师弟，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，100个数之后还活着，那就都留下。想让我们自相残杀？大师兄，你师妹，对不起，我要活下去，让前辈看笑话了。是我利欲熏心，杀了小师弟后，又灭口杀死师妹。杀人者，秦国国师苏云慈。教徒无方，三修谢孤城待逆徒请罪，请尊者处罚。自断一臂，然后滚。以后被本座发现在秦国为所欲为的修者，杀无赦。是。国师府外出现残缺之人不吉利，下不为例，滚吧。谢国师。国师，昨夜大陆灵气复苏，是先例10余倍。为何？我秦国有上百位孩童直接觉醒灵根，我想这是我大秦繁荣的一次机会，特来求一步修炼功法。修真界杀戮不断，当生灵拥有足够力量，野心也会膨胀，届时强者为尊，大陆王朝制度将会被淘汰，你秦家万载基业将无。这些我正昨夜思量的事，玉宪宗不会处理，更何况灵气复苏，修者与日俱增，大秦皇朝守不住这万年基业，倒不如放手一搏。此功法名为五行诀，是上界流行淬体功法，你可拓印一份，与其他宗门换取功法或武技。这洛城有本座在，掀不起风浪。谢公师，有这功法，我大秦将是大陆灵气复苏最大受益者。这些安危绝响丝毫不比那些大臣弱，一看就是修炼奇才。连我们埋伏都没有察觉，他一定已经登库登金。道友们，去吧！拜见国师，我这就通知皇上。不必，你派人去将国师府街道上垃圾清理一遍。队长，他们好像是吓死的。全部搬到城外去，找一片山林，将尸体全挂在树上，警告各仙宗魔门，我大秦国师不可辱。皇上，老道乃是风华宗长老，代表风华宗邀请皇上去风华宗做客。皇上不去的话，我家宗主会不高兴的。呸！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想抢人家功法就直说，拐弯抹角作甚？皇帝小儿，就直说了吧，你识相的将功法交给我修罗崖，我们考虑放你秦国一条路，你就别指望所谓的国师小儿了。我大秦国君日理万机，政务繁忙，实在没有时间拜访，不如我代替国君拜访各宗如何？什么玩意儿？就你也配和老子说话？国师，你老可算来了！起来吧，我就是来看看。国师请坐。各位，刚才的话朕没听清楚，还请尔等重复一遍。哦，对了，我看见有个人被打飞出去，是谁打的？老子打的，是他先出言不逊侮辱我，老夫按照修真界规矩办事而已。修真界规定不得插手凡界事务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按秦国法规处置。
来人，拖下去，砍了！你们怎么敢？告诉你们，我宗老祖已经出关，不怕死的就过来。你干了什么？斩！上界功法我还有很多，尔等何必舍近求远？若想要，直接来找本座便是。国师前辈，我雪月楼圣女是真的仰慕秦皇之威，真心邀请他去赏花。那还不简单，让他入大秦为妃不就行了？对了，各位仙人来我大秦敬拜，礼物想必准备好了吧？朕很期待。怎么，一截垃圾药草也好意思拿出来？敢问国师可收徒？我那逆女吵闹着要修仙。老了，国师，西鱼天生聪慧，这才1岁半，能跑能跳，能诗能文，我想修炼资质不会太差。你不就有一部功法，顺其自然吧。好眼熟，好像梦里见过。西鱼不得无礼，这是我大秦国师。国师，那不是梦。这是国师，快打招呼。他不会把我真正身份说出去吧？听说你会作诗，不知是哪一首？国师，正是1个月前，这丫头让朕输的难堪，好像是波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白雪歌颂武判官归京。他也是蓝星人，你也是蓝星人。本座活得久，知道的自然多。你真不是穿越者啊？你觉得呢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跟谜语人一样？各大仙宗暗中指使其他2国和蛮族联手，3路齐发，预计在洛城会合。他们要覆灭秦朝，夺取上界功法。知道。你知道还这么淡定？一旦你插手凡间之事，修真界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就会有借口群殴你。定下的规矩自己不遵守，坏人肆意破坏不去处理，当真是给他们脸了。本座倒是不介意让这修真界改天换地。你要挑战整个修真界？等他们3军会合的时候，就是他们的死期。好，我回去和父皇商议，让他放出缺口，让3国主力在洛城外集合，到时候关门打狗。你倒是学得快。我只是年纪小，不是脑子小。各位前辈，那苏云慈坐镇秦国国师府，上界功法就在他眼皮底下，我等不敢轻举妄动。此人与武帝一样，极有可能是洞虚其大能，硬碰硬，不治。若苏云慈不插手秦国之事，我等轻松拿到功法；若他敢插手凡间战争，那些老古董一定会出手，捍卫修真界规矩。届时联合全大陆修者，围杀一位洞虚，轻轻松松。撤退！仙宗说好不插手凡间事务，那些敌将的盔甲兵器，分明就是仙器。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求你们放过孩子！没有粮，那就拿人充饥。国师不好了，那些人疯了，他们见人就杀，救救他们吧！这就是战争。秦国百姓近几十年的生活太平静了，平静到他们忘了耻辱，断了脊梁，没了血性。可是他们是百姓。走吧。你出门都这么刺激吗？各位前辈，刚传来消息，苏云慈出洛城了，直奔蛮族大军而去。很好，今日他苏云慈胆敢出手，便是在与大陆所有修者为敌。为什么现在才来？你明明有能力，为什么不早一点？有愤怒不向敌人发怒，反而责怪救你的人。本座凭什么要救你们？不要，他只是死了亲人，一时冲动。可笑！谁规定本座一定要救你的？你不该杀他的。本座不是什么好人，等会儿会有些小虾米来挑事，你躲远点，怕你吐我身上。当初我等老祖规定，
修者不得随意插手凡人事务，阁下出手斩杀100万生灵，这是何意？啰嗦，无言。此地10里空寂。儒家之言。本座打破你们定的规矩，你们谁有意见？好帅！苏云灿，别以为你进空我们就怕你，我们这么多人可不是吃素。诸儿胆敢放肆！给你们1炷香时间，斩杀1名修者，可以平安离开。想要活着离开，至少背负一条同伴的命。如果他们真的都杀掉1名修者，你要放他们离开吗？当然，本座言而有信。从你现在的行为来看，完全就是大反派。按照小说里发展，将会有主角从你手中逃脱，对你耿耿于怀，于是刻苦修炼，修为突飞猛进超过你，然后在你站得最高最辉煌的时候，把你踩在脚下。爽文小说看多了吧你？确实有一些气运之子修为会突飞猛进，但想超过我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这苏永慈到底什么来历？情报给我来一份。各位道友，我阁阁主刚才推演着苏云慈已经驾鹤西去。什么？那有留下什么提示或者痕迹？刚开始演算便口吐鲜血，身体迅速衰老，最终化为飞灰。万年前，他就秒杀过合体7强者，如今又以一己之力镇压修真界老祖。这个苏云慈到底活了多久？苏云慈是什么东西？我李二牛不服！没错，自己享受国师待遇，不为秦国做一点好事，我王权第一个不服。苏云慈，滚出洛城！放肆！国师大人不拿尔等1分1毫，不惜耗费法力施法降下甘露，挽救无数百姓，施法让粮食一夜成熟，挽救无数即将饿死的人。传下功法，尔等小有成便忘恩负义，与石粗糠处处合意。皇上不好了！看守北门的安将军被人重伤，奄奄一息，正被抢救。怎么回事？是附近的泼皮无赖聚集闹事，侮辱皇上，侮辱国师。安将军冲下去要杀了他们，没想到对方修炼天赋好，居然达到炼气6重。安将军费了好大劲将他击败，其他泼皮无赖故意激怒安将军，将他围攻打成重伤。人一旦拥有实力，凭什么听命于人？国师大人，秦明请见。还望国师大人救我秦国。关本座何事？当初给你功法可曾告诫过你？这是你自己的决策，该自己承受代价。这都什么破事？秦国万年了就没出现过这么废的皇，自己什么时候都在废物至极。不过确实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什么小鱼小虾也都敢直呼侮辱本座，后悔吗？多谢国师救我，传我修为。你很不错，以后你听到谁辱骂本座，可以沟通法则之力，调动比他高一大境界的修为，给他打个半死就好。小人知道了。炼气1重。宿主你好呀，您的外挂到账请查收。宿主只需要在不同地方打卡，就可以获得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成长型武器千机变和金丹修为。苏云慈，你知道吗？我也觉醒系统了。这珠子叫千机变，可以变成任何东西，包括武器。我送给你怎么样？这眼神骗不了人，这丫头玩真的。说起来也好久没去看雪姨了，要不要一起去？雪姨喜欢什么礼物？我也要准备一下。她比较喜欢吃的吧。是时候表现本公主的厨艺了。蠢得可爱。公主，要不还是奴婢来吧？不行，这是我送长辈的见面礼，必须亲手做。可这糕点，长得丑怎么啦？心意到位就行。这就是你的礼物。雪姨不喜欢吗？这就要看你厨艺了。走吧。自动签到雪尊大世界，奖励宿主万年苦修，稍后加放。
异界穿越卡1张，替死稻草燃1个。大世界吗？这里灵力比魔神大陆数10倍不止。雪尊清修之道，一律不见外人，还请离开。让他进来吧。我就不进去了，留在这里等你吧。走吧，我也不进去了。雪姨，好久不见。准确来说是103945年。这小丫头真可爱，你收的徒弟吗？雪姨，我是苏云慈的童养媳，不是徒弟，就是未婚妻的意思。是吗？那挺好的。这是路边捡的，养大用来煲汤应该挺好喝。煲汤太可惜了，我替你养着吧。这是他送你的，送给雪姨的礼物。收下，就意味着承认他和苏云慈的关系。不需要，你们立刻离开。那你保重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缩地成寸。发现气运之子，请宿主和气运之子打好关系，可获得任务点。气运之子在这里。这是雪尊界除雪谷外的3大势力之一。这个势力的老祖是个舔狗，不过和我关系还可以。啊，你对朋友的评价这么直接吗？事实而已。你这祸害还没死呢。你这舔狗都还没死呢，怎么会轮到本座？敢不敢下一局？就你？不要瞎好奇。你去看过他了吧？他还有多久时间？你自己不会去看？不了，本尊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这局棋是我输了，承让了。不过说实话，你还是如此不堪一击。又输了，都快死了，去表白一次又何妨？下个轮回再见吧。下一世本座不会再被儿女情长所困。强大的修者陨落，不仅会产生天地异象，悲伤的气氛一分也会随异象扩散。他叫莫雨辰，只可惜一直暗恋，不敢表明心意。为了靠近做心润，来到云海宗做老普通弟子。真的很痴情。他暗恋的人是谁？你刚见过，是雪姨。要不要看他表白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谁说的？只是快死了，还没死呢。现在就在雪姨那边。阁下偷偷摸摸闯我闭关之地，意欲何为？是我，雪飞，好久不见，我喜欢你。怎么突然敢说出来了？说出来果然舒畅多了。我早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一起，但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，陪你走过一段没有结果的路。阿琛，你还真是。我也累了，等不到了。你嫌弃我吗？会娶我吗？怎么，嫌弃我老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还有几十万年寿命吗？你燃烧过寿命。可惜寿命将尽，之前年轻气盛和别人打架打不过就燃烧寿命了。为什么早点告诉我？但是我不后悔，可惜下一世会忘了你。你一定很好奇10多万年前的仙魔大战，他是怎么救下你的吧？这个笨蛋！这是……不错，正是他留下的复生手段，既能是作茧自缚，亦能破茧成蝶。作茧自缚，破茧成蝶。雪姨呢？殉情了。万物皆有因果，之前他们帮过本座，算是欠下因果。如今因果已还，今日作茧自缚，他日破茧成蝶。有我的力量帮助，他们只要不是一心求死，破茧之时便是突破之日。他们明明互相喜欢，为什么拖到最后一刻才说？人越强，
越怕输，尤其怕输给自己在意的人。那你呢？你怕什么？怕麻烦。我就知道。查清楚了吗？主宰果然料事如神。很多老东西都想活出第二世，他们俩留下的手段是什么？回主宰，是本命之源，属下已经让护法去摧毁了。下去吧，本座找机会亲自去查看一番。是。主宰有令，毁掉本命之源。本座刚种下的东西，你们就来刨，礼貌吗？他们不像修真界的人。域外邪族，比你见过的那些道貌岸然之辈更不讲道理。你就是苏云慈？知道还问？哼哼，主宰会亲自找你。那你先替他问路。回去告诉你主宰。你为什么放他走？鱼太小，得让他回去找鱼窝。他们还能醒吗？会，只是时间长短问题。你活了这么久，是不是看过很多人分别？看多了，就习惯了。那你会不会也习惯我离开？你先活到18再问这种问题。有话柄。走了。去哪儿？带你见见世面。国师记错了吧？燕兰虽然善武，可还未达到封武神的程度。秦国已经600年没有封过武神了。前皇曾与我商讨过封燕兰将军为武神一事，可惜那一战，先皇他真的……苏云岑，厉爷爷也在。见过公主。坐吧，我去炒点菜，等会儿一起吃个饭。老臣就不打扰国师和公主用餐。厉爷爷留下来一起吃饭呗。国师的手艺相当厉害，而且那些食物还有益寿延虫之效。公主可知让人起死回生之术？大陆有一些起死回生的传闻，可我从未见过。我倒是知道国师有让人延年益寿的丹药，等会儿我问他要几颗给你。也是，要真有起死回生之术，历代先皇也不至于陨落消散。本座倒是有这个本事，只是厉侍郎能付出什么代价呢？厉爷爷先吃饭，等会儿我帮你求求国师。这菜，厉侍郎想好答案了吗？我浑身上下只有几个铜板，国师也瞧不上这点钱，他要的是让我为他做事。想清楚了吗？抱歉，国师，让你失望了。一生忠君爱国，燕兰应该无憾，我也应该无憾。多谢国师将我从迷雾中拉拽出，老臣告退。等一下，如果本公主能让你妻子复活，你会忠于我吗？老臣中国忠君，公主乃皇室，老臣誓死追随。明白了，走吧走吧。复活一个人的代价大不大？得看复活之人影响力，不过仙君境界之下的修者，复活代价忽略不计。好。奇怪，身子轻得像年轻了几十岁。厉呆子，你是不是又把老娘私房钱拿去赈灾了？这声音已经10余年没有出现了，小院已经被我卖出，明天就会被人收走。这一生无愧君王社稷，唯独愧对一人。厉呆子，你是不是把家具买了赈灾去了？老娘一院子装饰品呢。10余年了，母老虎的声音还是那么清晰，音犹在耳。你们来接我了吗？也好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齐聚了。好你个大头鬼！老娘问你，院子里的其他家具呢？等，这不是梦，我们还活着。厉承州接旨。这眼神的意思，敢告状就弄死你。臣厉承州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厉承州忠君爱国策驭人的有能，特封为先秦帝朝为官之首。钦此。看来多半是小公主的缘故。国师出手复活了母老虎，顺带复活了2个不争气的儿子。臣厉承州接旨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百官归位，60余官员重新就任，各地选拔修为天赋出众者。1月后，动乱平息，秦国步入正轨，封燕兰将军为女武神，掌武官80人，封厉承州为圣人，执掌仙院总院。
明天是迎新节，国都可热闹了，逛街去不去？不去。好吧。本尊倒是知道一个拍卖会明日开始，有兴趣的话带你去看看。诸天拍卖会3年一次，聚拢诸天奇宝，异常隆重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拍卖会的入场令牌有限，你回去准备一番，本尊先带你去找2块。脏东西，滚！起来吧。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六，我需要2张拍卖会的入场令牌。令牌我能弄到，不过二哥，拿什么来换？这个可以吗？好吧。等等，二哥，你有破绽了。哦，苏云慈，那个乞丐怎么叫你二哥？你还有兄弟？同一个组织成员罢了，一共9人，本尊排行老2。老大是谁？居然还有人比你厉害！本尊不管闲事，排第2很正常。你也可以称呼他为天道意志。天道意志，能让天道意志平等对待的还有8人，难道你们都是先帝？有史记载的先帝千千万万，远不足以让天道意志重视。有一点你说错了，不是我们8人与天道意志平等，而是我们8人超越天道意志。这么说，你们这个组织中，老大反而是最菜了？也不一定，谁都可以藏说。毕竟天道活得最久最古老。比如刚才那个老六，现在走在一个杀手势力中，刚才那公子哥估计就是他目标。你好，请出示令牌。2位请进。他们都在看我。一种名为系统的辅助法宝，许多大家族都会考虑给后代买一个。在强者眼中，系统不过是一种新型生灵。那些创立系统的人，目的便是打探诸天万界地图位。我们阁主找你有事，跟我来。这就是天机阁待客之道。怎么样，试探出来了吗？我的分身死了，我也快死了。什么？先帝吗？吓死我了！修仙界果然很恐怖。修仙界吃人不吐骨头，即便是号称中立的天机阁，也未必善良。好可爱的丫头！你好呀，小妹妹。本弟子是魔帝之子魔战，可以交个朋友吗？我们走吧。给我查一下这2人身份。弟子，刚才我将这2人气息传给天机阁人员查询过，并没有得到什么消息。再给我查，多点资源进去。是，还是没有线索。不过可以肯定，这2人不是什么强者，因为他们的令牌并非天机阁送出去的，而是天机阁随机洒落的。走，去找刚才那个小丫头。这里比你那个院子还美。大惊小怪，比我那小院漂亮的地方多了去。找死！系统，系统！小妹妹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来玩个游戏怎么样？放开本弟子！你可知本弟子是谁？魔帝之子，你爹没教过你，别碰不该碰的人。哼哼，诸天万界，有几个人是本弟子碰不得的？你敢伤我？伤？你想多了。他身上好多保命东西。福地救我！所以慢慢拆。走，本尊替你讨公道。
阁主，魔战的魂灯灭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抱歉，此事绝不能让魔帝知晓。不愧是天机阁阁主，做事果然狠毒。怎么，来都来了，不敢露面？说吧，怎么赔偿？两位的遭遇，本阁主实在未能预料到。我让魔帝给两位一个交代，如何？用魔帝之名威胁本尊？不敢。可本阁主也只能如实禀告魔帝，毕竟魔帝实力强悍，老夫也不敢轻易招惹。明天的拍卖会，你们任拍3件物品，我出资源。苏云慈，那个黑衣人才是天机阁真正的阁主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便是天道意志。怪不得能和你僵持一二。不过他怎么不露真面目？他是意志，那个黑衣修者只是载体罢了，并非他本尊。拍卖结束后，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？九幽界，找一个人。系统打卡，打卡九幽界，奖励10万年苦修，随机传送附录1张。苏云慈，我们找什么呀？魔帝。就是那个弟子他爹，是去道歉吗？我说的是上一代魔帝。上一代？他还没死吗？不错，上一代魔帝还活着，名为苏鹤立，乃大家族苏家弃徒。曾是苏家天之骄子，走吧，去见见我这小堂侄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是异火，也可以称它为火精灵。万物有灵，可不仅仅是说说而已。小家伙，你冷静点，我们是苏鹤立朋友，这位是苏鹤立堂叔。堂叔，本地哪来的堂叔？莫非是不好？你是谁？苏云慈，你小时候偷过本尊制造的遥控玩具，被我挂在门外。我已经被苏家驱逐，不再是苏家弟子。巧了，你被驱逐没几个月，我也被苏家驱逐了。我就说堂叔天赋这么好，为什么之后一直没有听说你的事迹？原来是这样，不知堂叔来找我所为何事？偶然发现此地拥有堂侄的气息，这才停留下来。堂侄要是不欢迎，本尊离开便是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堂叔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本源枯竭，灵魂重创，本尊可没那么大能耐。即便你用本源温养他的灵魂，他的生命也依旧在不断流失。堂叔不必糊弄我，我知道你能救杨雨嫣，否则你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说吧，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将你的灵魂本源交给我。他是你堂侄哎。本尊知道。好，不过我要先看着他醒来。九转涅槃丹很贵，即便先帝炼丹师炼制，也得费不少心血。九转涅槃丹能修复肉身和暗伤，但灵魂损伤。小铃铛给我用用。好。混沌钟，它不是小铃铛吗？现在是。对了，他的生辰八字知道吗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他比我小1小时。他会醒吗？会。鹤立，醒了就好。人醒了，灵魂本源给你。不行，我答应过。放心，本座要你的本源，不是要你的命。雨嫣，我先送你回杨家，下面就是杨家了，你回去吧。
这是我的令牌，见令牌如见我，有事可以直接联系我。过段时间去苏家找你。他明明舍不得，装什么冷淡？男人的嘴有时候比法宝还硬。你也一样。走了。别看这城墙没什么屁用，实际上这就是护族结界的根基。青丘的结界可以自动识别修者气息，只要不是上黑名单的，无论是妖是东都可以通过。前辈不知有何吩咐？我们想见苏家家主，劳烦通报一声。请稍等。你是怎么偷去的？光明正大拿的。恭迎二长老。敢问三位是？实不相瞒，本尊有要事见你们家主，烦请带路。若几位不能说明来意，恕我苏家不能欢迎。本尊苏云慈。我叫苏鹤林。晚辈秦希瑜。请跟我来。凭什么只将我拉进黑名单？这小子怎么不是？老夫不知两位与苏家的恩怨，这是前辈可以去问家主大人，他应该会知晓一些。就我一个人被针对，离谱。苏家培养弟子的方式，什么时候这么花里胡哨了？这是因为秘境历练伤亡太大，所以老祖减少了秘境历练，改为互相比斗。看来你们已经忘记了修真界的残忍。温室里的鲜花固然美丽，可怎配与血液中灼照成长的花骨朵争锋？前辈所言甚是，只是方式不同罢了，目的还是一样的，殊途同归。跟我来吧，家主他们恭候多时了。前辈，这缩地成寸神通达到何种境界？也就勉强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罢了。唐叔莫非已经达到那个境界了？汤之好眼力，本尊也是前段时间恰好将这门神通练到登峰造极的境界，这不带着个小丫头，差点没追上你们。诸位，我们这个时代的苏家天骄弟子和古代苏家天骄弟子一战，谁会赢？你们若是放在远古时代，连给苏家普通弟子提鞋的资格也没有。听这位道友的意思，我苏家弟子弱小不堪，难道不是吗？本座告诉你，你的眼界是有多狭隘。所有人上擂台，本座压低修为比你们低一大境界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差距。前辈无需如此，我们有一种更安全的方式。连受伤都害怕，真正上战场怕会吓坏了。前辈只需坐在擂台边缘的位置上，神识就能连接傀儡，用傀儡代替本人作战，不会出现误。不需要你压低境界，你我同境界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差距。苏云慈、苏鹤立比那人低3个小境界。苏鹤立刚突破到天仙境界时，能轻易秒杀天仙9重的苏家圣子。不过有一句话苏鹤立说的没错，这圣子放在远古时代，连一位普通弟子身边的跟随者都打不过。前辈，吹牛再吹就过了，1重境界1重天，可不是嘴皮子动动就能跨越的，一看便知。长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傀儡怎么爆了？傀儡的坚硬强度比你肉体强上不少，你没必要质疑什么。换做你本人，此刻只会比这傀儡死得更惨。我不服！连自己是弱者都无法接受，要不要本座再让你一个大境界？阁下好大的口气！师道师，华而不实，有罪。牙尖嘴利，阁下是来我苏家砸场子的，可敢和本导师比上一场？要不要本座让你个大境界？阁下想必是修为精深的大能，战斗经验极为丰富，让我下3小境界无可厚非吧？啊？怎么不服吗？阁下确实有几分本事，可如果你觉得这就是我苏家修者的水平，那也太狂妄自大了。怎么？难道我跨越3个小境界秒杀你们，还要夸赞你们厉害不成？就这，你们也配和远古苏家弟子相比？被同境界追杀侥幸逃脱后，好意思舔着脸到处说自己牛？同境界妖兽很强吗？有时候要自己反思反思，战斗技巧有没有掌握，肉身有没有锤炼，修炼有没有偷懒？这话怎么这么耳熟？前辈，
我来挑战一下你如何？前辈，请赐教。出手吧。你怯战，所以本座得势且越来越强。听说过一句话没？强的怕硬，硬的怕疯，疯的怕不要命。这便是势不同带来的。只有不畏惧死亡，你的势才会强。苏云慈，这样下去赢也是惨胜吧？不错，苏鹤立有许多方式赢得这场战斗，但这种方式是最好的，因为他要教苏家弟子一个道理，一个强者该有的样子。我呸！前辈，你赢了，还不错，懂得利用自己优势，可惜还是太怂了点，该勇的时候勇一点。阁下好本事，你我较量一番如何？好戏开场了。苏慕言，你是？你记得10几岁的时候参加苏家圣子圣女选拔历练吗？你记得是谁在历练秘境将你打劫一空，锁住你修为，把你挂在秘境出口旁的树上吗？是你，苏云慈。等等，我不是苏云慈，我是苏鹤立，我可没有参与。堂姐，你当真如此绝情？罢了，或许这就是命吧。你一个修者居然会相信命运，许久未见，你依旧这么虚伪。是你带他回来的。好可怜的堂侄，剥离血脉离开家族独自打拼，九死一生突破先帝，却遭暗算濒死。唯一的念头就是回家族来看看。这家伙啥时候这么能编了？没想到他心心念叨的家族不仅不欢迎他，甚至还出手了结他，这实在……够了，苏云慈，不管你有什么小算盘，今天看在苏贺岁的面子上，本尊放过你，请你立刻滚出苏家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苏鹤林和我说过，他想入葬祖地，还有他当初留下的家族血脉也一起入葬。把苏鹤林的血脉拿来吧，我能救他。你说什么？将苏鹤林当初剥离的血脉拿来，本座能救他。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被他抛弃的？他那时候都没见过我，怎么能算抛弃我呢？你还是3岁小孩子吗？看看你的样子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还说我呢？姑姑，你不也是找了那个人几10万年？那能一样吗？哼，不就是推了你一把，还跟我飙起戏来了？他受了重伤，生命共享，他快死了。里面是他的家族血脉之力。需要这个吗？以吾之名，魂归来兮，苏鹤立！一群废物！这么多人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，要你们何用？能不能素质点啊？你倒是变件衣服啊！堂叔，你看我都先帝境界了，就不收我小命了呗？怎么想开了？我要是走了，那个傻丫头肯定也会跟着一起的。所以现在我想活着，想让本座放过你也可以，本座要当伴郎。苏家现在资源匮乏，你们大办一场婚礼，既能收获大批资源，也能顺手从杨家带过来点嫁妆。那个，我俩成不成还不一定呢。看，他来了。关于苏鹤立恢复苏家祖籍身份一事，大家举手表决。不同意的举手。刚才本尊查看过他，没有被夺符的痕迹。这里就苏慕言老祖辈分最高，此事就由苏慕言老祖决定吧。既然大家没什么意见，那我代表苏家全体族人恢复苏鹤亭苏家族人的身份。另外，关于苏云次重返苏家一事，你们决定吧，本尊就不参与了。苏云慈前辈的事迹，我们查过祖籍，极大损害苏家名声，我等无权替先祖原谅。本座什么时候说要回归苏家？苏云慈前辈，
我们知道你对无法进入祖籍感到难受。苏云慈前辈别误会，你老被逐出家族几十万载，如果不拿出一点诚意，谁也无法保证你回归家族不是另有企图。所以我们尔等真的以为本座很想入族苏家？各位太上长老，既然苏云慈不能回归家族，那这样的家族，本帝不来也罢。真以为现在的苏家有那么大魅力，让先帝强者主动回归？苏鹤龄念的是旧情，这苏家对他没那么重要。那苏云慈则是欠苏家些恩情，想来顺手帮衬一把而已。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我最在意的是送那丫头回族，这苏家对于我来说没那么重要。那本座将之前的条件换一换怎么样？让苏家重新恢复往日如光，也算当初苏家那段时间帮衬本座的报答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知道了，我会和苏慕言商量。前来祖地，所谓何事？第17纪元先帝苏鹤林想执掌苏家，改变苏家模式，创造先贤辉煌。你回去吧，出归家族虽过考验，但心性不知。各位前辈，如今乱世将起，偏偏苏家孱弱，不可不变改。况且苏慕言先不懂权政，任由无能者掌权侵蚀苏家资源，庸人得名掌权天骄埋没，实属荒唐。乱世吾等自会出使，尔等退下吧。一群老顽童，你们只晓避世退让，可曾真正了解过现在的苏家？哼！庶子安敢在祖地放肆？暴露了吧！狼子野心昭然如揭，当真以为苏家无人了吗？这老东西让我来，是你。你没死，苏云慈对吧？看来你已经重置自己了。本座可不认为自己重置，也许是轮回呢。苏家交给你，本座放心。本座懒得处理，只是欠苏家些许恩情罢了。你交给别人吧。凭借此令牌，可管理苏家一切事务。既然苏云策保你，本座相信你。多谢老祖。你醒了，再休息会儿吧。苏鹤龄和苏云礼去苏家祖地了，他没事就好。说吧，这些下毒暗算本尊的修者是谁的人？苏鹤立大帝，家族内外安全一事全由二长老负责，此事一问二长老便知。大帝，苏家各长老都饲养暗卫死处，家族内巡视的弟子实力低微，根本察觉不到。本座也懒得与你们虚以伪扯，直接搜魂便是。大长老，你先来吧。不可，这是我苏家之事，前辈还算不上我苏家之人，请离开。哼，本座倒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正好本座的搜魂之术不会伤及灵魂，当然前提是各位配合。大帝，人间有秘密，你这样搜魂也太过分了。大帝对苏家情况可能还不太清楚，外界的修者潜入苏家也是极其正常的。那就从你开始吧，让本帝看看你这个家主究竟是傀儡，还是参与者。找死！果然不止一个。我愿意接受搜魂。13人便有3人卧狱，9人贪污贿赂，你们真不错。本帝没时间与你们啰嗦，本帝在你们体内设置自爆气息，一旦你们离开青丘古城，必死无疑。等会儿你们9人各拿出3条中品仙脉，想让本帝给你们清除印记也简单，再多拿2条中品仙脉，拿出5条仙脉。之前的事，本帝既往不咎。各位，本帝苏鹤辽第17纪元苏家圣子，从今以后苏家暂由本帝执掌。本帝调查发现，苏家家主4长老勾结魔族，坑害家族弟子，掠夺家族资源，已被斩杀。8长老背叛家族，虽被本帝重创，但真身早已逃出青丘界。即日起发布追杀令，即日起废除苏家圣子，重新选拔苏家内门弟子、核心弟子。凡我苏家全部可参加青丘书院考核，通过即可成为青丘书院弟子。所有苏家弟子无需向主脉缴纳资源，
遇到困难可向家族求眷。即日起，凡苏家弟子必须团结一致对外，凡有吃里扒外者，本地必将其挫骨扬灰，让其灵魂日夜业火焚烧，生不如死。本地宣布，凡苏家弟子皆可去青丘书院领取100枚中品仙玉。30日后，本地亲自发兵魔界，胆敢将爪子伸向苏家，我弟子又怎会怯战？若有怯战者，可在3日内退出苏家。3日后，谁再胆敢拖累苏家，本地绝不放过。诸君可有异议？我等谨遵大帝之言，30日后发兵魔界，恳请大帝允许我做先锋。本地准了。2长老速去安排族人居住之地，3长老去安排青丘书院入门历练。另外，青丘书院以前的弟子全部提出，重新参加历练。诸位莫慌，刚才那些弟子已经投靠其他势力。你们中虽然也有些和那些势力有点关系，但念你们是初犯，且没有出卖家族，本地暂且原谅你们。下去吧。苏云慈，你觉得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所谓喜欢不过是一时兴起，不必太过执着。至于生命的意义，答案不是思考出来的，而是我们自己去回答这个答案。不要去听别人说什么，而是自己要的什么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准备去做什么？在蓝星，我有记忆以来经常做一个梦，梦里许多人呼喊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肯定他们呼喊的就是我。逃避了这么久，我该回去了。若是你不想回去，本座可保你无恙。不，我只是一缕分魂，归去是我的宿命。能转世2次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未来我们定好相见，那时的我会是他，但他不仅仅是我。不着急的话，3年后再去吧。我带你去参加一场朋友的婚礼。不了，有点着急的。这个系统能不能替我照顾一下？系统绑定的是灵魂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的灵魂应该会回到你真正的身体里。系统也可以跟着去的。风！警戒！有强敌来犯，快去通知族长！下令族人全部撤回地碗秘境，打开所有机关结界，一个不留。族长，我族先帝仅有15位，仙尊刚过100。老朽建议先将敌人斩杀一部分，其次提出和谈。大长老，我灵族和善，但不代表谁都可以踩上一脚。此战不是敌人殆尽，便是我灵族灭族之日。礼仪归人有使，格杀勿战。10日后女帝将归，我不希望她睁眼看到的是敌人闯入秘境，而我灵族熟视无睹。灵神降归，末将恳请主动出击，灭杀敌人。此事等会再议，随吾引领主神归来之路。吾等虔诚祷求，愿吾主归来。迎吾主归来，一个不留。前辈，我等偶然发现此地，既然是前辈的地盘，那我等立刻退去。一个不留。回禀主上，5大家族修者已全部灭杀，无一人逃脱。下去吧，择日昭告冰河星系我灵族归来，要么死，要么臣服。是。招魂灵，契约绑定灵魂的法宝，品阶远非混沌中可比。看来那人是本神最大的阻碍。不会是他，他最讨厌女人烦他。若苏云禅是他，怎么可能和秦希瑜如此亲密？本帝已经抹除你与主系统的联系，现在你是选择臣服还是死？你是秦希瑜？本座帝婉。秦希瑜不过是本座历练世间的一缕分魂罢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时空管理局第1执法者风玉，好久不见。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有人穿越到你小时候去杀你，让我来拖住你，不让你穿越回去。你打算怎么拖住本座？报仇5分如何？好，你应该知道穿越时空的危害，为何还让人穿越？没办法，报酬实在太多了，只好答应了。苏云慈，和我的一模一样。
时间快到了，这样你不会再怕冷，不吃不喝也不会饿死。只要我不死，你即使灰飞烟灭，也能重新活过来。好暖和，我已经喝了半碗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我变强了！你到底是谁？不惜贿赂时空管理局第一执法者，也要将本座斩杀。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想知道？这个你懂的。冰河星系，灵族之神，冰之大帝，帝婉。帝婉，不关我的事哦。答应拖延苏云慈2炷香时间，我是拖延了的。想不到冰河星系如此遥远的地方，居然也在魔神土之中。当年的魔神一族还真是强势。怎么回事？心脏在痛。即便我不出手，他也活不过今夜。要是有人能给我一碗热粥该多好呀！死透了。倘若自己的心脏在敌人身上，那敌人杀自己时会心痛吗？这颗心脏暂时替本座保管好，你以后一定要来找本座，本座会将你化作这颗心脏的养料。到那时候，本座想知道，收回自己心脏后再杀了你，心脏会不会痛？觉醒了特殊体质吗？原来如此。他先前的心脏受过重创，无法支撑体质觉醒，所以得到新的心脏后才觉醒。好冷，好冷。奇怪，为什么他抱着我，我会觉得气血舒畅？先前楚曦薇抱我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。谢谢你救了我，请问你是？我并非良善之辈，你的性命，改日我自会前来讨养。立即收领力量，一路向东发展，与路途各星系建立合作，摆设传送阵。如遇困难，直接来找本座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入侵诸天万界，混过本座了吗？回来了，杀死了吗？让你失望了，他没有死。连你也杀不死他吗？果然是变数啊！你该不会故意想让本座去杀了他吧？你这家伙在想什么？回见！时空管理局想抹杀帝婉，这是为什么？罢了，这与本座何干？怎么样？不少势力已经将之前霸占的资源归还，并且拿出诚意，但还有势力在观望，什么消息也没传来。那些迫害苏家支脉子弟的势力呢？靠近青丘界的已经彻底被清除了，比较远的暂时没有追究。苏家弟子伤亡如何？死了几十个，整体实力倒是上涨了不少，至少不会像之前一样轻敌。我本来打算让他们观战，我将魔帝斩杀后返回苏家，没想到许多势力找上苏家，请求一起对抗魔界。我打算让苏家弟子真正上战场。你能出手吗？魔族底蕴比苏家深厚许多，绝对有沉睡的魔帝，我没有把握让他不出手。魔族大概有多少沉睡的仙帝境界强者？至少3位，而且都是仙帝2重。本座与时间管理局执法者有过约定，不会随意出手参与争斗。无碍，我有把握斩杀魔帝后，带领苏家弟子成功撤回。只不过你那颗珠子罢了，这是无可避免的。苏家没有其余沉睡仙帝吗？没有，唯一的苏锦轩老祖已经燃烧化为血脉之力，提升苏家弟子资质了。倒是有不少伪帝境界强者。等等，堂叔，我知道还有一位，传闻其天赋不弱于苏锦轩老祖，按辈分他还应该喊堂叔你一声祖爷爷，但他已经被人废掉。堂叔还有9转涅槃丹吗？9转涅槃丹确实有不少功效，不过也不是万能的。本座去看看具体情况吧。
本座去看看。堂叔，据说他和你一样拥有长青体。长青体，整整3天了，我连1000台阶都上不去，这些老祖却能跑着破纪录。我能理解苏鹤龄老祖的话了，我们真的连给古代苏家提鞋都不配。没有人不艰难，只是有人不喊痛不流泪。乱世不养才子佳人，如果受不了修真界的折磨与苦难，自行离开苏家，别给苏家当累赘。修真界的残忍远没有看到的那么纯粹，真正的危机往往是身边人带来的。何人闯岛？苏云慈前来寻找苏世安，还望2位行个方便。抱歉，我等不会放任苏世安离开，这是我等职责，还望不要阻拦。如果本座非要呢？让他进来。在下就是苏世安，前辈请坐。伪帝巅峰修为，有意思。不错，比我年轻时还能隐忍伪装。不知前辈找我何事？诸天万界即将到来一场灾难。如今的苏家太过脆弱，需要经过生死历练才能脱胎换骨，在灭世灾难中活下来。确实，可惜晚辈有心无力，只能拿出当年积累下的全部资源支援家族。希望家族能够一帆风顺，从灾难中活下来。苏家现在已经沦为3等家族，前几日苏鹤良大帝归来，勉强将苏家提升到2等。家族已经落魄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苏家宣战魔界，此战不管结果如何，苏家必定损失惨重。家族已经被逼至绝境了吗？只怪我无能为力。大猫，你们也去参战吧，多一位伪帝，苏家多一分希望。怎么还不走？那个苏云区前辈，能帮助家族的，我都已经全部交给家族了。希望前辈能够带领苏家凯旋归来。对魔族宣战的不是我，不过，你的修为真的还没有恢复吗？前辈这是何意？难道我一个废物还能有假？倘若本座能让你恢复呢？前辈莫要浪费这种丹药了。苏世安不过废人一个，远不是一颗丹药能够恢复的。我也想为家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液，燃尽最后一丝神魂。奈何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得换个方式了。苏世安，本座告诉你一个秘密吧。苏云慈老祖不要再说了，每听到家族衰落，我这心脏就会一阵疼痛，只恨自己是个废物，无力帮助家族。这玩意儿怎么比自己年轻时还狗？现在诸天万界已经不成气候了，怎么说？现在诸天就只有2位先帝，听起来很厉害，可其实他们战力虚浮，只能勉强对战伪帝境界强者罢了。还有2位先帝强者，我苏家威仪，只恨我修为被废。苏家不会为，罢了，懒得与你拉扯。本座能够让你成为先帝，无敌于诸天万界。前辈还真会开玩笑。死亡法则，不当必死。时间停止。本座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倘若你直接说自己不去，那本座转身就走。可你偏偏说自己心系苏家，却又不肯付出半点行动，优柔造作给谁看呢？老祖，我当年真的被废了，只是后来又修炼回来了。伪帝巅峰，突破先帝1种，先帝2种。多谢老祖。出发，目标斩杀魔帝，踏平魔界。你们也去吧，本座闲来无事，这段时间会住在苏家。你不去？家里总需要人照看，况且本尊也不相信你，
万一某人出卖家族呢？那个苏轼安，第17纪元除苏鹤林外，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？只是他性格软弱，不肯抛头露面，所以才传出苏家没有圣子的传闻。看来这个苏轼安隐藏的还真深。若你知道他斩杀的生灵数量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既然他天资如此恐怖，又为何会让他被废，囚禁在秘境孤岛？与你一样，苏轼安那件事知道的人很少，甚至没抄一手之书。哦，说说呗。由于苏轼安极其低调，渐渐的家族弟子都知道懦弱的苏轼安，这件事估计也传到杨家那位天骄之女耳中，于是他来苏家大吵大闹，结果大战，苏轼安靠着强大肉身险胜一招，退婚一事自然不了了之。那苏轼安没说什么？苏轼安擂台胜利后提出要休了对方，但两家长老为了两家合作关系直接拒绝，这事儿便不了了之。直到后来诸天有一个顶尖秘境出世，苏轼安伪装前往，在秘境中撞见行苟且之事的未婚妻。没错，苏轼安当即将男的砍死，而那女子有逃脱符箓逃出秘境，苏轼安从秘境中追出，几乎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也是那一战让苏家几乎四面受敌，底牌耗尽不少。为了一个修为尽腐的废物，苏家不会丢下任何一个苏家弟子。他背负的因果比苏鹤树还要恐怖。不知道此次魔界之行，他们是否顺利？出发！各位皆说愿意一起兵发魔界，那不知各位派出多少修者？我族大帝将会亲临，同时派出10位仙尊强者，百姓仙君千尊先圣。杨家无大帝，但可派出1位伪帝强者，10位仙尊强者，百姓仙君1000位先圣。那诸位呢？大帝，我族愿意派出1位仙尊，10位百姓先圣强者帮忙，并非不诚信，实乃是家族底蕴浅薄。多谢能来相助，这份恩情我苏家记下，以后可为诸位出手一次。多谢大帝，我等任凭差遣。阁下是苏家苏轼安。苏家苏轼安身怀长青体，必杀名单之一。苏弟，老身离开家族时，族招待一个任务，是和苏家该不该讲？那就闭嘴。杨家与苏家之事，日后自会有时间商量。诸位，本座现在就带领苏家启程，10日后魔界上空会晤，届时由我苏家主攻牵制主力，各位杀入魔界抢夺资源，各自安排，我苏家一律不问不答。可若是谁敢在战斗期间背刺修家，抢夺苏家修者资源宝物，莫怪本座事后一一清算。苏弟放心，我等绝非贪婪之徒，怎会争抢资源，背刺联盟兄弟？如此最好，各位回去安排吧，10日后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苏鹤龄啊，苏鹤龄，论天资实力，你是心高气傲，可论聪明才智，你给本帝提鞋都不配。敢倾巢出动，本帝让你全族死无葬身之地！所有人听令！属下在，任凭大帝差遣。按照之前计划行事，一个不留。是。慢一点。二长老，你与一位伪帝老祖先行一步，打探前方道路是否安全，以防被埋伏。是。再去几位仙尊镇守最后一家非洲，防止被魔修攻破。大帝，苏云慈前辈让驻守祖地的仙尊来了大半，现在最后一架非洲上的仙尊强者30多位，比其他非洲加起来还多。可知苏轼安仙尊在何方？回禀大帝，我等不知晓，其他非洲强者也没有发现苏轼安仙尊，会不会是没有来？对了，我们在魔界的探子有没有什么消息传出？大帝，我们的探子几乎接触不到魔界高层，而且还折损了不少。探子就是家族眼睛和耳朵，这是3长老下去后多费点心思，一定要将情报机构培养起来，资源不是问题。是，老夫定不辱使命。这是通往魔界的星途，换位思考一下，魔族会有什么反应？大帝，我有3个想法。面对强者还能淡定自若，是个好苗子。苏胜，来说说。大帝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前进路线。目前我们有3条道路可以选择，其一就是直接过去，不过要经过顶级势力所掌管的大世界。据我所知，这个大势力偏向魔界。其二便是往左行驶，绕过这个大势力，需要绕半圈，途经其附属的2个1等势力所掌控的大世界。其三往右绕大半圈，
不过需要经过被称为死亡禁区的无名之地。如果本地横穿无名之地呢？这条路比任何一条路都危险。无名之地是真正的混乱之地。回大帝，苏家飞舟驶向无名之地方向而去，似乎是打算绕过我们附属势力地界。苏鹤林，咱们魔界见。不知道你能带多少修者平安到达魔界呢？主上，诸天星系距离我们冰河星系间隔5个星系，在隔壁星系并未受到阻拦，成功买下3个大世界，目前正在布置传送阵。预计何时能够直达诸天星系？预计3年后能够到达，这是5个星系都配合的情况下。无论用什么办法，确保3年内到达。是。3年，只怕30年也未必能连通传送阵法。传令，属下在。全力构建隔壁9月星系3大世界的传送阵法，停止前往其他星系购买大世界，暂时养精蓄锐，培养强者完全全控冰河星系，等待本地归来。灵族之神，冰之法则的主宰，帝婉大帝这是何意？你非要走到这一步吗？不，帝婉你胆敢！真正的敌人出现了。找死！怎么可能？我刚从时空长河赶来，出手迅疾无比，没有半点耽搁。帝婉居然一瞬间反应过来，不对，帝婉不可能这么强，世界上不可能有人在冰之法则大道上超越帝婉，难道是未来世界回来的帝婉？阵法，冰之法则，帝婉。冰河，交出本源，本帝给你一个机会。哼，就凭你！无名之地表面上没有掌管者，可不代表真的没有掌权者。凡是进入的仙尊5重以上强者，都会被一个神秘人找上门，立刻死，或者效忠无名之地。仙尊6重以上强者不得阻拦苏家飞舟，否则逐出无名之地。好心人，施舍点吧，求求了，真的快饿死了。老乞丐，我有单大生意做不做？你猜我为什么会乞讨？为什么？真笨，当然是想不劳而获了。难道你就想一辈子窝囊在这个地方？你就没有梦想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接了魔帝发布的一个大单，只要完成单子，一辈子不愁吃喝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道理我都懂，事儿也拎得清，但我不讲道理。梦想老夫也是有的，不然喝醉了和别人聊啥？来了！等非洲上的结界一破，我们就杀进去，抢完迅速回到无名之地。他苏家敢怎么样？优势在我。等会儿杀进去，别光顾着抢东西，苏家修者也没有放过。听说他们血脉之力纯正，可是大补之物。苏家不是已经沦为3等家族了，怎么还有这种非洲？各位道友，听本尊说，苏家一定是把最强的非洲放在前面了，后面的肯定就是垃圾，一定是意外，说不定苏家有2家顶尖非洲呢。来都来了，传令，所有人准备迎敌，确保自身安全情况下围杀敌人。快跑！苏家有伪帝强者。仙尊5重以下修者出去灭敌，切记万不可大意。狮子搏兔，亦用全力，生死一瞬间。死亡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一辈子懦弱无为。杀！你也隐藏了修为。幸亏我嗑了药，可以勉强提升修为。是你逼老子的！仙君3重，仙君7重，仙尊1重，仙尊5重，仙尊8重啦！速速离开，本座也不确定能撑住多久。我们谈谈吧。不好意思，
没将本座逼出仙尊实力之前还能谈谈，至于现在嘛，刀之法则主宰，你一个法则主宰欺负我这个小小的仙帝，未免也有点以大欺小了吧？没办法，谁让你将本座逼到这一步的呢？法则主宰又如何？本帝死也要咬下一块肉来！快走，他是法则主宰境界强者。你先去。二哥，老八，你很闲是吗？二哥，我下次不敢了。老八，听说你现在在魔界混得不错，有没有这回事？二哥，这次也是接到魔族任务才……魔帝死后，你想办法将魔界掌握在手中。老大的计划已经准备收尾了。好的，二哥，我知道了。你速度快，顺便去通知一下其他人，让他们尽快提升所掌握势力的战斗力。乱世与机缘将至。二哥，这次不仅是域外种族入侵诸天这么简单吧？域外种族，你会将他们放在眼里吗？他们也值得老大谋划至今。我掌握的是无名之地，二哥掌握的是青丘苏家，老大掌握的天机阁与仙界温家。二哥，我知道了。二哥，我们俩有这么恐怖吗？你说这个老八是真怂还是假怂？或许吧。一个个有这么急吗？大帝，派往无名之地的强者全部失联了。就知道会这样，一群废物！准备迎敌，本帝想看看他苏鹤晴凭什么敢进攻我魔界。快停下！老祖，我已经通知苏鹤昭大帝，现在主要任务就是拖延住对方。我们这边也不弱，只要你能抵挡住那4位伪帝和仙帝强者，我们就能清场。当真？当真！不好！矩阵起！苏家与魔界的第一战由本座来带头，今日一个不留。所有人杀向苏家非洲，他再怎么厉害，也只是一个人。帝言，星空方圆千里，时间停滞。不，你不能！不，你不能杀本帝！女魔大人是不会放过你，不会放过苏家的！域外种族的狗奴才，不辱使命！燃烧修为，抓住破绽，侥幸杀了一位先帝。辛苦了，回去我想办法助你恢复。对了，我似乎听到埋伏我们那先帝说了一句什么“域外女魔大人不会放过苏家”，是女魔使。原来他是域外之人，怪不得当初镇杀自己时爆发出的力量丝毫不逊色于先帝。看来苏家又多了一个灭杀域外种族的理由。走吧，我们先去约定的地方，等待其他势力会合。刚传来消息，仙界温家派来的强者遇到阻拦，对方同样有一位仙帝强者，他们多半是来不了。那其他势力呢？他们可有消息传来？还能联系上吗？全部都联系不上，本帝估计他们也遭遇了埋伏，或许已经全军覆没，或许被困住等待支援。各位，情况大家已经知道了，现在我们别无选择，只有死战到底。大帝，如果我们此时选择退回去，没有机会。且不说魔界追杀，就是沿途的魔界附属势力，也会让苏家族人十不存一。本帝现在有2个方案，一个是死战不退，让诸天万界看看苏家弟子不是废物；另一个则是本帝为各位开路，燃烧神魂送各位返回苏家。毕竟这次的战斗是本座引起的，与魔界开战也是本座提出来的。各位觉得如何？要不我们暂时战略性撤退？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吗？不，本尊觉得应当主动杀入魔界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现在魔界那些垃圾一定认为我们不敢主动开战。不错，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。我们应该主动开战，不能再拖延下去了。不，我觉得活着创造奇迹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与其活得窝囊，不如死的荣耀与辉煌。狼狈逃窜，惹诸天修者笑话，不可能。传令，所有修者立即休整状态。明日我们杀入魔界，即便是死，也要拉上魔界作为陪葬。是。大帝有多少把握？
本亦有90%把握击杀魔族当代大帝。我问的是活下来的把握是几成？1成。明日杀入魔界。下去吧，速构建围困大阵。是。苏鹤龄，你来的倒是快。帝王，难道你真的不在乎冰河星系无数生灵吗？亿万生灵与本地何干？他们又非我族附属信徒。本座支持你向其他星系扩展，本座保证不会对灵族暗中下手算计。晚了。这难道是太阳？苏家非洲，苏家还真来了，他们怎么敢的？大哥，想不到你狗命还真够硬的。孽障，敢跟本地去星空深处吗？我等你。伪帝之上者，可敢随本尊来？想不到啊，苏鹤龄，先帝1重境界能和本帝平手，看来当初趁机宰你是对的。本帝承认你比本帝厉害，可是现实中不仅需要实力，还要脑子。像你这样没有脑子的莽夫，除了被别人诱惑利用，还能有什么作为？你疯了！同归于尽，本帝从不介意。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，正合本帝意愿。当代先帝陨落了。苏云慈，你为什么还不来？哪里走！苏世安，闭嘴，先活！拦住他！谁拦，谁死。苏世安，交出苏鹤龄！魔族赶踏苏家祖地一步，死！苏家已经废了，你们躲不了多久。人我带回来了，能不能救，看你们。残魂太弱，只能暂时温养。那就温养。你燃烧了太多寿元，死不了。苏家弟子，他们回秘境了，没你想的那么蠢。苏家与魔界最新战报：苏家孤军深入，全军覆没。今有大帝苏鹤龄与魔帝大战，结果未知。我就知道会这样，攻打魔界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若不是他发动战争，诸天万界怎么会损失这么惨重？什么样的结局，才能配上天道意志谋划这么久的算计？信仰与尊崇，倒是第一次。这是哪儿？谁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，差点把你忘了。他已经恢复记忆，现在可以毫无顾虑将对方斩杀。你给我说这17年来是怎么过的呗？心里的怨恨一定很多吧？
不说话是吧？他为什么一点都不怕？这样吧，你跪下求本座，本座就放过你，如何？就凭你，连本座一招都接不了，废物！啊！怎么还在这里？少爷，你醒了！都怪你，肯定是你弄的。我这是死了吗？不，贺少，你醒了，贺少！立刻滚出去，否则我让守卫来带你们去牢里哭到死。不知是哪位前辈帮助我夺回肉身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多谢国师大人助我夺回身体，任凭国师驱使。你认识我？之前我身体虽然被别人掌控，但眼睛能看到的我也能看到。城主府没有好茶，还望见谅。被封印17年，不仅没有颓废，还从一个懵懂孩童成为一个懂事有骨气的少年，很不错。域外种族十分猖獗，本座也不一定能够发现一切，没想到竟让一个域外头蚁在眼皮底下蹦跶。修者达到一定境界就可以飞升上界，上界也并非世外桃源，这域外种族便是上界生灵的敌人。剩下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去探索。多谢国师解惑。敢问国师，夺舍我身体那个贺旭宁，是不是已经被国师？他还在你身世中，但他的五感已经被本座封印。多谢国师。日后有何打算？修炼、报仇，任由国师差遣。很久没有见到过你这样有趣的人。国师，我以后改名陈旭。国师的大恩大德，此生不忘。本座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姓龙，来自上界，你的父母家族从未放弃了寻找你。上界，大家聚吧。朱天这个老谋深算的天道义士，终于舍得将计划告诉我们了。天道秘境。各位下去准备吧，谁也不知道域外种族什么时候攻大来。这魔主还真不好当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上次差点死在通道里。六哥，请进。怎么比我还怂？都是自己人，就别演了，行不行？老大，好久不见。即便没有我，你也会突破到仙帝，这是必然的。为何这么说？当初我发现你的时候，你身上就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地威，来自灵魂深处。老大，你确定没感觉错？不会有错，那道地威很强，但不及你们8人中任何一个。不过见到一定会感觉出来的。好久不见啊！大家好久不见。其他人还没来吗？刚才老五联系过我，说有事来不了。真是的，都看我干嘛？那三哥呢？听说最近时间管理局有点忙碌，他任务很多。那四哥呢？那只猴子来无影去无踪，整天在各大星系蹦跶，一时半会儿赶不来。比我还懒。那七姐呢？老七悬壶济世，谁知道在哪？不是吧，就我们5个，早知道不回来了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诸天万界灵气即将枯涸，守护的结界也即将崩塌。咱们还怕其他星系？诸天先帝法则确实有所缺失，这不是我的手笔。老大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咱啥也不知道。好吧，
不打哑谜了。我想让朱天统领其他星系，是周围星系还是所有星系？老登，这怕是有点难。虽然你老谋深算，二哥天下无敌，三哥能牵制时间管理局，四哥狐朋狗友众多，五哥能打，还有我朝阳商会势力遍布各星系。可诸天万界终端战力差太多了，我们能打下来，但他们守不住。你啥意思啊？你瞧不起老八就算了，怎么还瞧不起我？各星系都有我的杀手组织，好吧？杀手组织？之前我朝阳商会损失不少强者，丢失不少资源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什么资源？没听说过。就这点布置也想称霸其他星系，会不会太草率了？所以才找你们来商量，有没有什么好主意？此事我不打算参与。老大，我也觉得不妥。可如果我是执法长老呢？那也很难，你只能保证时间管理继续不出手。可其他强者呢？比如窃天组织，只要不打扰到我，一切自便。倘若诸天遭遇外敌无法抵挡，我也会出手。那你们三位呢？适当的战斗我帮忙，该拿的资源我也要拿。我也会让商会全力配合。老大，你一句话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等，一起商讨吧。从此诸天结界破裂后，你们不要出手，让入侵持续下去，但也不能让他们攻占诸天。在这段时间，你们潜入其他星系，夺取他们天道气运。懂了，我们趁机在他们星系利用气运之子夺取天道气运。这样会不会太慢了？这是最好的方法，至少能让生灵伤亡没那么惨重。老大，我们是夺取现在的天道气运，还是过去的？过去的时间节点，放心，我已经将你们身份气息输入时间管理局系统，先从隔壁3000星系开始吧。事成之后所得天道气运尽数归你们。老二，你觉得如何？二哥，这种好事你还犹豫什么？麻烦，没什么兴趣。那再加上一个人情呢？我的人情，3个人情，2个，多了没商量。谈不拢就不谈了。好，3个就3个。只要你提出来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。买卖不亏。这是我模仿窃天者创造的系统，能给你们帮助。恭喜宿主绑定气运系统，只要宿主长时间与气运之子接触，系统便能神不知鬼不觉夺取对方气运。那我先走一步。这几个家伙真是的。那我也先告辞了。懂事有礼貌，不像其他人土匪一样。老子的极品仙脉怎么少了一条？老六没那个脑子。老八有贼心没贼胆，老九有贼心贼胆没能力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看起来温文尔雅，翩翩公子，怎么就不干人事？安南风，主上有何吩咐？近一段时间，有图谋不轨之人靠近国师府，一律杀无赦。外族即将入侵，你的任务不会轻松，若有余力，也可以壁虎先擒。是。回宗主，九长老他已经走了。本宗主还以为他对那贱人有多深情，原来也不怎么样嘛。他当初可是照顾了本宗主14年。回宗主，九长老他的魂灯刚才熄灭了。你说他去哪儿了？回宗主，九长老魂灯熄灭了。我这是死了吗？我们来做场交易如何？交易？你可以叫我系统，一种超越时间长河的生灵。什么交易？我可以让你回到你小时候，回到过去，改变即将发生的一切。哪怕是先帝强者，也无法做到带别人穿越回到过去。先帝又如何？况且你连死亡都不害怕，去试又如何？好，我同意交易。你的条件是什么？系统帮你回到过去，但你得把你最喜欢之人斩杀。抱歉，这个要求我做不到，你另选其人吧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你醒了。我这是……师兄你快躺好，不然伤口又要裂开了。师兄你昨晚执意将自己灵根骨挖出，送给赵流敏师姐，昏迷到现在。昨晚我把灵根挖出来送给那个薄情女人，快扶起来，现在还来得及，还能要回我的灵根。师兄你伤很重，我刚给你敷上药。珊珊，你听我说，我
必须要起来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师兄，我背你去，让一让。如果不是发现赵灵力不忠，我或许至死都在跪舔他吧。现在想起来，当初的自己有多荒唐，多可笑。我对得起任何人，唯独对不起珊珊这个傻丫头。赵师姐，你开门！你不回答我硬闯了！你们来做什么？我想清楚了，我知道你瞧不上我挖出来的灵根灵骨。既然你想靠自己天赋和努力来证明自己，那我就收回。你不是说讨厌我吗？以后不来烦你。赵师姐，你不会真想要陆师兄的灵根灵骨吧？想要就直说嘛，干嘛做出一副迫不得已接受的模样？什么垃圾，自己拿回去。等等，陆萧，即便没有你那些破烂垃圾，吾也照样傲视众人，照样不弱于人。婚约信物，你是穿越了时间长河回来的？这样也好，让你看没有你那些破烂，我也照样闪耀在天行中。珊珊，刚才赵灵敏是不是自称本宗主？对啊，还吓我一跳呢。麻烦了，她也回来了。师兄，又没下雨，为什么会有人打伞呀？师兄，他是敌人吗？要不要通知长老？没用的，交易我没有答应你，我可以立刻离开这个世界，你不能伤害他。别害怕，这个珠子会源源不断吸取你和身边人的气运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将珠子放在眉心处。师兄，让我来吧。我来。之后呢？你有2个选择：等死，珠子将你气运吸光后，寿命自然到头，大概3、4年；第二，夺取他人气运，不断变强的同时还能续命。别怪没提醒你，气运珠吸收的不只是你的气运，还有你身边人。杀人夺宝，搜刮天地资源，抢夺他人机缘，这些方式最快。师兄，刚才那是一个堪比先帝的恐怖存在。那颗珠子，珊珊，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找到了。我的老腰，我的小心肝，好疼啊！小子，老子这腰算是断了。你知道还有多少小娇娘在等着我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会帮你治好的，大叔你放心。大叔，你到我背上，我背你回家。这次居然这么顺利的吗？大叔，你帮我提着背篓吧，里面还有我刚采的草药。哎呀，手疼动不了了。还好都在。大叔，你怎么会在山林里？关你什么事？你小子不会是想将老子我丢进山林不管不问吧？不会的，我不会把你丢在山林。多久没见过这么憨厚的生灵了？天资天赋极佳，不愧为气运之子之名。可这样的苗子进入修真界，大叔，前面就是我们村庄了。罢了，就让老夫教教你什么叫人心险恶吧。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失去了，可到底是什么呢？这是谁呀？山羊爷爷，快帮我看看这个大叔，他好像被我踩断肋骨了。放下来，我看看。完了，肋骨断了3根，体内还受很重的伤，没有1年半载很难恢复。我这里有刚采的药草，山羊爷爷你看看能不能换些药。可是你父亲的药……没事，等会儿我再去采点。罢了，今天该抓的药送你好了。山里危险，
能不去就不要去。谢谢山羊爷爷。肋骨断裂，只有找那些城里的大师医才能接上，我只能先给他弄点药。小申，我看你体质还不错，想必根骨也差不到哪儿去。听说城里有一个大机组免费给人测试根骨，要是有天赋，还能免费招收进家族嘞。你说你万一要是选中，那我们全村又得出一位大人。山羊爷爷，俺还得留下来照顾父亲呢。再说了，俺这么笨，怎么可能会有天赋嘛？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听说要是被选入大家族，1个月的俸禄就够我们村那些狩猎队1年收入呢。这么多！山羊爷爷，太阳落山了，俺明天再过来吧。去吧去吧，他就先留在我这儿吧，我照顾带来。谢谢山羊爷爷，那我明天早上过来。别跑！你小子该不会是想把我扔在这里不管吧？不行，老子一定要跟着你！小申既然将你带回来，自然不会扔下你不管。留在这里是考虑到你的伤势，我这老头子都没嫌弃你，难道你还怕我会吃了你不成？我不管，这小子在哪儿，我必须在哪儿。万一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，将我扔在这里呢？这里就是我住的地方，扔下你在这里不管，我堂堂一个老郎中，还会放任你死在我自己家门口不成？我不管，我不听，你们都是骗子！大叔，俺家就在村里面，俺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不听不听，总之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你要是跑了，老子能怎么办？如何利用这小子夺取这方舟界的气运呢？肯定是俺爹在煮肉，大叔你一会儿有肉吃了。我胃口不好，吃不了多少肉的。爹，小申回来了，你王叔今天打到一头野猪，给大伙分了不少肉呢。俺也厚着脸皮拿了些回来，在锅里煮着呢。爹，我在山林里踩断了他的肋骨，我将他背回来了，就放在院子里。没事儿，去把肉端到院子里来，再去把俺埋的那坛酒挖出来。你的腰没事吧？这个混小子也真是的。唉，还好，也就肋骨断了几根，活不了几年。那个，你看应该给你多少补偿才是？俺能拿出来的一定拿出来。真的能拿出来？我要2块零食。爹，俺不小心把坛子挖破了。你去把肉端出来吧。嗯，好。小心些。小申没事吧？没事，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了。短时间不能再洗了，得想办法让他自己去掠夺这方天地的气运才行。一婉，放弃吧，你杀不死我的。哼，那你在害怕什么？一婉，你敢？你真的想看到冰河星翼毁于一旦？不，本源。域外种族入侵，诸天万界结界崩溃。打开祖地，清除全部老祖。龙族都是龙族干的好事，若非他们反叛，诸天怎么会这么快被入侵？吩咐下去，立即切断一切往来通道，封锁仙界，同时派出2支队伍支援。家主，苏家突然涌现大批弟子，战力超强，同境界几乎无敌。目前分作2批修者，杀出青丘界，涌出大量苏家弟子，还有多余力量支援别人。是的，不好，苏家已经沦陷。现在的苏家是域外种族伪装的，速速告诉青丘！大主宰，害往魔界和青丘界的族人被全军覆没。诸天魔界和青丘界还有多少先帝？本座记得带队的是库荣和库琴，先帝3重境界，攻占魔界失败，本座能够理解，为何连小小青丘也拿不下？启禀大主宰，仙界温家唤醒沉睡老祖，2位先帝3重，2位先帝1同。数百仙尊强者，数千仙君强者加入战场，意料之中罢了。玄烨知道该怎么做。哟，大独子愁眉苦脸的，这是怎么了？少来这一套！你还不知道诸天万界那边传来的战事？你捏疼人家了？别转移话题！怎么从诸天万界回来后贱成这样？哪里还有半分战士的样子？
逗你玩的。对诸天万界的计划我是知道的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想到，诸天万界沉睡的那些好东西有这么多，让我族精锐尽毁。本主宰想知道的是，你有什么补救方法来弥补你这次失职？恳请大主宰给奴家一个机会，让奴家亲自领这些精兵攻打诸天万界。你打算用多久占领诸天万界？3年。好，自从诸天万界归来后，野心膨胀不少，现在居然敢谋划本主宰兵权，罢了，先留着。诸位有什么好计划？本座认为攻打龙界一事不可操之过急，但也不能太晚。诸天万界是我的地盘，时间越久对我等越有利。我们要等的就是诸天万界修者全部拧成一股绳，一鼓作气杀入龙界，3个月最好。3个月变数太多，万一域外种族还有援兵呢？最好的方法还是现在立刻起兵杀入龙界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诸位，我想大家都忽略了一点，我等斩杀的多半是低修为修者，高修为的基本都苟活了下来。大家仔细算算，我们联合起来最快也需要1个月。这1个月时间里，域外种族横推周边大世界，大概能攻占多少？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先帝境界强者快速赶来，拖延住域外种族修者，拖延时间，等待先帝之下的其他人赶来。域外种族先帝数量比我诸天万界多上不少，接之下的修者数量更是数不胜数。没办法，要么舍弃龙界附近大世界的生灵，要么我们先帝强者做出牺牲。终于突破到地仙境界，比上一世快了不少，但远比想象中的慢。要是灵根灵骨还在多好，上一世露营确实帮过我不少。不过我成为宗主后，将那些资源全部照价还回去了，不欠他什么。而且本宗主还替他瞒了一个惊天秘密，一个足以让灵山十死无生的秘密。陆啸，不知道你知晓这个秘密后，还会喜欢他吗？真以为灵山是什么都不图的傻白甜？陆萧，谈谈。除了高高在上的赵灵肉，还有谁？陆萧，我知道你就在里面。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关于灵山的秘密。赵大小姐可真是闲啊！若是没事做，可以去接几个任务。至于你说的秘密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兴趣。如果这个秘密能够让灵山身败名裂、生不如死呢？灵山的真实身份，魔道卧底，他是被同门围杀才重伤昏迷，不是什么争夺资源。好好听着，你心心念念的灵山。什么条件让你保住这个秘密？怎么，你就不好奇是什么秘密？别浪费时间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你不想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不肯拿出那颗丹药救他吗？不好奇也没这个必要。当初向你讨要丹药的是我，你不愿意给，说明你认为我这些年帮你做的事不配那颗丹药。别什么事都扯上小山，搞得好像不给我丹药反而是为了我好一样。确实是为了你好，虽然我对你无感，但我们勉勉强强算得上认识。我不想看到你陷入泥潭。那我可真的谢谢你个大小姐。你不信我？难道你觉得我会骗你不成？我是那样的人。我告诉你。行了，大小姐，收起你那份自以为是。你以为你很了解我？不想交易的话，麻烦请你出去。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。好，你不想听是吧？那我偏要说，你知道灵山的真实身份吗？你真的以为他是父母双亡被收养的孤儿吗？那你猜猜他真实身份是什么？够了，你要什么？你知道他的身份，居然帮他瞒着。我说你要什么？你真的知道灵山是魔道卧底？我看你就是个神经病，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不好，玄流宗护宗大阵一旦涉及相关话题，会自动传入执法楼，洞府结界根本挡不住。现在交易也来不及了，一旦交易就是间接承认。赵灵肉，你真是有病！不就是我移情别恋喜欢林山吗？至于这么想陷害他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在吃醋？就凭你也配？我还以为是什么让珊珊身败名裂的秘密，现在看来不过是某人妒忌心作怪。事实就是如此。当初我和灵山进入秘境，是我亲耳听到他说。赵灵敏，林山什么时候和你一起去过秘境？他进入宗门才多久？连离开宗门去水凉都没几次。就在我成为宗主。赵灵敏，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什么你成为宗主？要是阵法有监听谈话的能力，你这大逆不道的言语，足以让你关个1年半载。我们好聚好散，你自己离开吧，别来烦我，也别去找林山麻烦。不管你信不信，看在你我曾有婚约的份上，我劝你离灵山远点。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我会证明他是叛徒的。得想办法带珊珊离开了。师兄，你猜我现在什么修为？
你怎么来了？还有几天就是宗门大比了。师兄，我突破了。不错，入宗1年就玄仙4重了，都快赶上入门4年的师兄我了。真的吗？师兄你太厉害了！对了，师兄，我刚刚遇到赵师姐了。他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不过我看见她被执法楼弟子带走了，不知道犯了什么事。师兄，你这是想杀谁啊？讲什么呢？我刚才只是在想一些往事。珊珊，你知道吗？赵灵木那家伙因为我不再讨好他，送给他资源，居然诬陷你是魔道卧底，想让我回心转意。你怎么可能是卧底啊？那家伙真是恶心至极，敢诬陷你！刚才有一瞬间我是想弄死他的。师兄，要是我真是魔道卧底，那你会怎么做？好家伙，演得可真像。要不是上一世知道他身份，还真不会怀疑。那师兄我会大义灭亲，亲自将你斩杀。师兄还真是大义灭亲啊！小珊，身为正道弟子，自当扶匡正义，护佑一方。对了，珊珊，你要是能进入外门弟子前500的话，师兄我亲自带你去探亲，怎么样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听说古城里有很多好玩的，到时候师兄拿到大笔奖励，带你好好挥霍一番，享受一下世间乐趣。师兄，这个送你。师兄不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很喜欢。师兄，快打开看看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地兵。珊珊，这件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师兄放心，这不是我偷抢来的，这是用宗门贡献点，再加上我家族给我的一点资源，从宗门换来的。笨蛋，这可是地兵，你现在身上没什么资源了吧？师兄这是什么话？我家族可富有了，虽然我只是旁继弟子，可资源也不少。你师兄我暂时用不到资源，你先拿这些去装备自己，到时候一定要在宗门大比中拿个好成绩。师兄，我自己还有资源，真的。听话，收着。不，我不要。你个小笨蛋，被人骗了还得跟人家数钱。师兄要是把我卖了让我数钱，那我一定偷偷拿走一半。珊珊，师兄我在大比上拿到好成绩，到时候送你一件地兵怎么样？好呀，师兄加油！哈哈，兄弟们，以后我范浩宇罩着你们，以后等我进入内门，谁敢欺负你们就报我的名字。范哥，我们还没喝呢。哈哈，就是，看来范浩宇闻着味道就醉了。但凡有一颗花生米，他也不会醉成这样。都是自家兄弟，大伙相互说说自己修为呗。历练有所收获，还算可以。刚突破4重境界不久。你先说说你的。嘿嘿，实不相瞒，你们范哥我获得一桩大机缘，刚好突破到5重境界。怎么样？相信我有这个实力罩着你们吧。厉害。不过气息有点不稳，等会儿稳固一下吧，不然明天出错就丢人了。小萧，你呢？是不是玄仙4重境界？不是，这段时间虽然都在闭关，可惜没什么收获。没事儿，相信你一定会追上来的。不过你范哥我先去内门等你哈。谁先进入内门还不一定呢，以后走投无路来找你萧哥。那萧哥到时候可一定要罩着我呀。这一世一定会保护好你们。对了，王兄你是不是突破了？他身上怎么有种若有若无的危机感？算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遇。真是弱，这样下去得等到猴年马月。罢了，就当是再当投资吧。前辈，这是骨头像是被一根根绞碎又拼回去，五脏六腑被人拽着往外撕。什么千刀万剐，什么凌迟处刑，在这种折磨面前根本不算什么。我不怕死，可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，我真的高估自己了。